这是一件让神可憎恶的事情。有人会问说，因为里面没有提到不可嫁娶外邦，太太就不跟他睡，看弟兄可以撑多久。婚姻的问题不是只有生活的问题，更是生命的问题哦。我们人在选择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神，但结果却要神负责。哈利路亚！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只见耶稣青年团契，我是关怀喜珍，我是客户新莹，我是今天的值班传道简瑞斌传道，阿斌传道。今天我们这集婚姻挺看听的单元承接的是上一集嫁娶外邦真的母汤吗？嫁娶外邦家庭的现身说法的延续。很开心可以继续和阿斌传道还有新莹一起来聊聊关于圣经中哪里有说不可以嫁娶外邦这个大家不太敢碰的话题。对呀，上次我们听到了实际上真的在嫁娶外邦家庭中长大的子女的观点，还有当事人配偶的观点，真的很让人心疼。不过呢，辅导大姐马大当时有一句话，我到现在心里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战惊。我知道，因为我在当时候也对这句话非常的震撼。那是不是那一句他说我们人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神，但结果却要神负责呢？对，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没有想到神，可是在自己做了选择之后，要面对后果的时候，我们却要神为我们遭遇的种种来负责任。对，在那一集节目中，我们还听到了许多辛苦的故事。现在在线上收听这集节目的朋友，如果还没有听过我们上一集节目嫁娶外邦真的母汤吗？嫁娶外邦家庭的现身说法，可以呢在听完我们这一集的节目之后，点选下方的连结，回过头去收听哦。好，那我们今天制作这集，我一定要再三的强调，我们不是要责备或鞭打事情已经发生的弟兄姐妹，绝对不是。我们希望的是让还没有踏进这条道路的年轻的青年们，在这种人生抉择的十字关口，我们是针对这样的青年，希望他做这样的决定之前，再听听圣经上神到底是怎么说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教会中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嫁娶外邦的，后来也有很多因着神的怜悯成功带领对方信主的，会让人不禁思考说，真的不行吗？或许线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所认识的同龄里面，这样状况的人应该也不少。不好意思喜珍，让我打断你一下，就是您刚刚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嫁娶外邦，那后来也有很多是因着神的怜悯成功带领对方信主的。那这句话其实没有很精准哦。怎么说？因为我们可能在教会看到，感觉好像很多人嫁娶外邦之后，还是把对方带来信主啊，那所以就会以为说成功达到婚姻布道的人很多哈。那殊不知呢，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那其实我用不精准的我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个观察，大概最后能坚持守住信仰的可能不到1成。那请问阿斌传道，你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吗？就是从你小时候到长大，印象中嫁娶外邦的弟兄姐妹，他们婚后的流失和守住信仰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如果要讲到比例，真的是很难去统计，因为我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主内联婚的要保守在主里面相对容易，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要看到他们的踪影，看到他们的服事，相对就比较简单。好，所以可以说主内联婚的几乎大部分都会保守在主里面。但是如果嫁娶外邦，没有嫁娶信主的另外一半，那之后呢，你就会渐渐的越来越看到他远离教会，越少来教会，那之后呢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去统计这个数字真的是很不容易。对，在教会的服事工作当中，我手上也会有青年的名册，然后也会有信徒的访问的名册。那以我过去成长经验，包括我后来服事教会也算是一个中大型的教会，其实我们可能要从交外邦男女朋友开始算起。对，那因为可能他结婚你可能会不知道，所以我们从开始就是交往外邦男女朋友开始之后，然后渐渐不来教会，然后这样一整个来算的话，其实它比例可能会9:1或更
高，就是十个里头可能能最后能坚持守住信仰，不被婚姻反步到的可能不到1成。对，那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好像有些人成功的都带对方来信，甚至小孩都是全家信主这样的状况，那是因为他留在教会啊，所以你看到他你就以为是100%。那请问一下新颖，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规划主题重点会放在哪些点上呢？那我们要真的回归到圣经啊，因为大家听了上一集的节目之后啊，可能有些人会说，那可能只是这些嫁娶外邦的家庭的这个个别的人的个别经验啊。那又有些人说，圣经上哪里有说不能嫁娶外邦啊？譬如说十诫里面又没有说嫁娶外邦是罪啊。甚至真的，我有朋友真的听了上一次的节目之后跟我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讲的不是婚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归到神的话语，来看看圣经上神到底是怎么说的。关于刚刚那个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不是在指婚姻这件事，也有人问我怎么那么巧就瞬间会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们来问阿宾传道。对，我们要来问阿宾传道。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究竟圣经中到底哪里有说不能嫁娶外邦呢？好的，感谢主。圣经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准则，如果我们能够回归到圣经，那是最好的。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3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在申命记的第7章3到4节。那它大概在讲怎么样的内容？它的背景首先就是这是神吩咐摩西，这些选民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对他们特别的叮咛，那是叮咛在这个婚姻上面的这个区块叮咛他们进去之后呢，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以跟他们通婚。那原因呢，就记载在第4节的地方，因为他们呢会带领他们去敬拜这些假神，使他们偏离了神。所以从这一段经文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婚姻的问题不是只有生活的问题，更是生命的问题哇，生命的问题。那可是传道，您刚刚说的是摩西说的是因为如果嫁娶外邦，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中，那神说这些外邦的配偶会引诱他们去拜偶像。可是我们现在主内青年说不，我很坚信，我很信我们的主耶稣。好，我事先结婚前都跟他讲好，就是我不会跟着他去拜偶像，或是做跟教会的圣经规定不合的这些宗教行为。那其实也有很多信徒在还没有结婚之前都信誓旦旦的说对方都是挂保证的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圣经的话语真的是神对我们一个的勉励。过去选民的经验当中也是如此在选民当中，他们一开始进去之后，真的就没有照摩西的规定，他们一样来跟当地的这些没有敬拜真神的人来通婚。那结果造成他们真的就偏离了神，那最后造成他们所建立的国家整个来亡国。好，这个是历史上一个很好的见解如果从现实的生活当中也一样很多弟兄姐妹都说没有问题，但是事后其实他们所要面临的各种生命的问题，那才是关键。我之前有听过那个林章伟传道，他的正道有讲一个实际的例子，他就是说有一个弟兄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然后那当然可能一开始也是都讲好说不会跟着对方拜，那可是后来结婚一阵子之后对方就说他要在家里采公骂之类的就是要放偶像。那弟兄当然一开始不愿意可是这个太太就不跟他在同一个房间睡那就说那我去睡客房就看就是弟兄可以撑多久这样。哇，对，这是其中一个。那我从这个想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魔鬼可以透过我们外邦的配偶来诱惑我们的方法是，假设你每次要去安息日聚会，要去参加教会的服事或教会的聚会那你这个很漂亮的娶回家的这个外邦的女子她就跟拔示巴一样上演这个贵妃出浴图等等，就其实有非常多的方法就是想象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是很骨感对，很残酷。就其实魔鬼可以透过各种的管道，就是去让你有各种的理由可以不要继续敬拜神。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再问传道，第2段的经文记载在哪里？那第2段的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9章。那我们知道以斯拉他这一位文士，他大约是在主前的458年左右，他带领着百姓再回归到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一块地。那当时呢，他是来重申这些律法。
但是在第9章当中，他却在进食、献祭、敬拜神之后，却发现这些回归的选民呢，依然在婚姻上面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这个要求。所以在第1节、第2节的地方就提到，他们自己跟儿子本身呢，都是娶这些外邦的女子为妻，以至于这些神的选民，也就是这些圣洁的种类呢，就跟这些国民呢来杂处了而且呢，首领跟官长在这事上是罪魁。那以斯拉文士听见这件事之后，他就非常的难过，也为这事情呢来跟神祷告认罪悔改，甚至在12节到15节的地方又特别提到，这是一件让神可憎恶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直接答应以斯拉呢，他们将要离开这样的一个罪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婚姻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生活的事情，真的是生命的事情。那我再问一下阿宾传道就是我印象中也有一位，他因为百姓嫁娶外邦的事，然后生气到拔头发的，那个是拔头发其实就是这一位文士，就是以斯拉，他是拔自己然后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第3段他是拔别的所以刚刚喜珍提到了是记载在9章的第3节。了解。以斯拉听见之后，他就自己拔自己的头发跟胡须，然后惊惧忧闷的坐在那个地方。我其实第一次读到以斯拉记这边的记载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的惊悚，就是我从以斯拉他的这种很具象的那种很生动的描述，就是好像怎么会犯这么大罪的那一种文士的教师的那种稳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这么激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才发现说原来其实以当时的这个律法来看，嫁娶外邦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我是其实读了这一段他的描述，他的表情，他的反应甚至他所透露出来的情绪，我才知道说原来好像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是现在在教会中，我们好像普遍不会认为嫁娶外邦是这么严重的事。我们等一下呢会再讨论这一个问题。那传道，请问第3段的经节是记载在哪里呢？第3段的经节一样是选民被掳归回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跟刚刚提到第2段以斯拉在延后大概差不多10多年，也就是主后的445年，尼西米这位省长他也回到了耶路撒冷来，然后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他重建了这一个物质的城墙起来之后呢，他也发现他们属灵的城墙呢却没有重建。所以在尼希米记的第10章28节到30节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在婚姻这个区块依然没有脱离罪恶神所厌恶的嫁娶外邦的这一件事。所以到第13章里面，他就特别提出来，因为他们跟当地的这些外邦人结亲，生下来的下一代不会讲犹大话，只会讲当地的话跟方言。那这让尼希米省长他非常的讶异，这样子信仰整个都会被击垮了所以尼希米省长呢，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来勉励当时被掳归回的选民，提到了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神所爱的一个王，但是呢，他也因为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这些女子引诱他们犯罪，所以尼希米就把这一件嫁娶外邦的这事定为大恶。这记载在第13章27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圣经当中真的就告诉我们不能嫁娶外邦，而神的真理神的道理也都一直没有改变。我们从刚刚的3段的这个经文，无论是摩西的时代，无论是以斯拉的时代，尼希米的时代，都一再重申我们要嫁娶主内，不可以嫁娶外邦。刚才传道引的第3段经节是尼希米记，然后有讲到重建城墙，那但是属灵的城墙却没有重建。好，那第一个就是很大的罪就是嫁娶外邦这件事情。那我在这边广告一下，我们另外有一系列的节目是做尼希米记，那您可以去点选您也看见破口了吗？为什么当代青年要读尼希米记？里面有提到对于我们现在的人青年去读尼希米记这个属灵城墙的重建我们该怎么重建。那属灵城墙的重建它所代表的意义是我们要跟外面的世俗的潮流要有非常清楚的界限跟区隔。那喜珍会把这个连结放在下面，也欢迎大家去点选收听。那我们再回来
阿斌传道，因为也是会有人问说啊，十诫里面又没有提到不可以嫁娶外邦，所以嫁娶外邦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或者是说他罪不至死这样。那传道觉得呢？当然我们要做这个罪大到致死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话题。那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神的这个旨意。10诫当中有规定的，第1诫到第4诫就是我们要敬神，第5诫到第10诫提到了我们就是要爱人。除了这些之外，没有说如果只要不犯这些，那神就不会震怒我举3个例子来说，大家就会清楚。第一个例子在利未记的第10章，记载着亚伦的大儿子拿达跟二儿子亚比户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献了燔火。什么叫做燔火？燔火是神没有吩咐要献的，那他们就靠着自己的意思然后来献上，那就有火从神那里出来把他们2个给烧死了。那你或许会说10诫里面也没有说这个祭司不能献燔火好，但是这次却是神震怒的事那第2个例子，以色列百姓在走旷野路的时候，神也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发怨言但是发怨言却让他们死了好几万人，却让神生气那第3个例子也一样10诫当中没有说不可以试探神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以试探神，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不能说因为说10诫里面没有规定，那我就可以去做那我们反观我们看这个婚姻的问题，10诫当中当然没有特别的去讲到婚姻，但是你从这个第5诫的孝顺父母，第6诫的不可杀人，第7诫的不可奸淫，你都可以看到神是尊重生命人伦的一个神，更可以看到这个婚姻的问题不是只有生活的问题，更是生命的问题传道现在是在强调婚姻不是生活问题，它是生命。传道的这生命我可能要再强调一下，它指的更是属灵的生命，不是我们呼吸的这个生命是这个属灵的灵命那所以简单来说，我可以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吗？喜珍就是嫁娶外邦罪不致死，但是它是留了一个破口给魔鬼很大的工作空间，可以在将来数年数十年的时间之内让你慢慢致死。哇，谢谢心怡，你做的结论超级棒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在未来长期来看的话是的那我们继续来讨论第3个问题第3个呢，我们刚刚就有聊到说，有人会问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那这边并没有讲和婚姻有关系，但为什么我们教会呢常常引用它来讨论婚姻的部分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在哥林多后书的6章从14节到18节，我们可以看见神透过保罗来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那有人会说，对啊，这个不是在讲婚姻啊？没有错，我们可以很正面的去看它，的确它不是只有讲到婚姻它讲到生活的面大方向生活的所有大方向所以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以同父一轭好，所以呢有人说不要跟不信的人然后一起做什么事情啊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如果说这是讲生活，那生活都这么严谨了，婚姻不是要更严谨吗？生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做一些处理，那属灵的生命问题我们岂不是更要谨慎一些吗？所以把这一段拿来讲信仰的生活，拿来讲婚姻，其实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用这一段来解释，对，我们可以很正确的来解释它不是针对婚姻但是如果把它拿来讲婚姻，不是更贴切吗？而且就是刚才传道他有讲到是说，婚姻其实它横跨了生活面，还有更重要的生命面。那这个生命面更重要的是跟属灵生命有关，所以这一整个大段其实套用在婚姻上是非常适合的。就是你就算觉得这一段经文的大范围是在讲生活上信跟不信的不相宜，但是婚姻上其实更是如此。对，还有就是我们想想看，这个同父一轭，其实传道，因为你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他讲的是不是牛跟牛同父一个轭去犁田，是这概念吗？阿斌传道的确是在乡下长大的但是我们台湾的牛跟这个迦南地以色列地的牛是不一样的。我们台湾的牛大部分都是水牛所以我们只有一只水牛然后就可以耕田了。但是在以色列地却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雨水相对比较少
土地比较坚硬，所以必须要有2头牛以上才能够来犁得动。那在2头牛在犁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负轭，这个木轭呢就附在它们上面，那透过他们背这个轭，然后来推动这些农具，使它能够来前进，然后来犁田。那如果2头牛是不同高度的，或是不同品种的，比如说牛跟驴，牛跟马，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同负一轭来走这样的一条路。那这也让阿宾传道想到，我们彼得前书3章第7节里面有提到，其实夫妻的生命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是生命的问题，婚姻是生命的问题。既然要一同来承受这个生命，当然就是要能够同负一轭，也就要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然后一起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所以虽然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这段经文没有很明确的在指婚姻，但是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没有任何一种人际关系比夫妻的关系更像2只牛同负一轭去犁田这样子更适切的来形容。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其实还是应用在婚姻上是非常贴切的。阿宾传道非常赞成新颖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最后来讨论我们第4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很多是关于旧约的问题，但是呢，就有人会问说，在新约里面没有提到不可嫁娶外邦之外，也有默许可能会有未信的丈夫或配偶耶。它是根据彼得前书3章1节这个经文。那阿宾传道你怎么回答呢？喜珍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在彼得前书3章1到2节里面就有提到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夫妻要如何相处。那我们从这一卷经卷以及它这个经文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它可能有3种的背景。第一种背景就是当福音传到外邦的地方，有些已经已婚的这些夫妻，其中的另外一半就是太太先来信主。那对这些已经先信主的这些姐妹呢，对他们的勉励，要因着他们的好品性、好行为，感化他们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先生呢，一起来走这个天国的道路。所以这样的一个推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勉励不是勉励说可以嫁娶外邦好，那第2种情形呢，就是夫妻都是信徒，但是先生软弱了，所以提到不听道、不遵守道理。那也勉励妻子，因为妻子的品性，这个先生呢就这样被感化过来，然后一起来信从、遵守道理那第3种呢，也有可能就是针对嫁娶非主内的这样的一个勉励就是可能某种情形他没有嫁娶主内的，那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条非常辛苦的信仰的道路必须要加倍的用心，然后来勉励另外一半能够来进来。所以面对这样的3种的可能，那阿宾传道是觉得第1种跟第2种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最合上下文的一个讨论。那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就是因为彼得前书这个时间点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了，很多的外邦人来信主，所以我个人看会更觉得他是指可能是配偶当中的其中一个外邦人先来信主之后，他要去带领另外一个没有信主的配偶一起来信主的需要采取的这样子的一种顺服啦忍耐各种这种美德的恩赐去感化他。那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会从这个方式去理解这样。所以不管如何，我们从罗马书12章第2节里面都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心意透过保罗来勉励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彼得前书的3章1到2节，我们更可以看出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主内联婚，然后能够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嫁娶外邦真的是不通的在我们这期节目结束之前，我真的要再三的强调，真的不是为了针对不是在主内嫁娶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针对还没有踏进这条道路的青年们。对于已经是嫁娶就是外邦的家庭，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努力坚持这份信仰？那中间会有很多什么样的点是我们要注意跟我们可以努力的，我们可以之后专门做这样的节目。好，那很谢谢阿宾传道还有新颖和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
如果您听了这集节目特别有感动，想要分享给某一位需要的同龄，请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就赶快的分享给他吧。如果您希望继续收到我们更多节目的通知，可以订阅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我们亲爱的听友网友契缘有其他想要听的主题或是心得想要分享，也非常欢迎利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分享自己的心情或恩典，甚至是提供给我们更多制作节目的主题参考。每一则留言我们都非常重视哦。期待能与大家继续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这个节目里与大家一起团契哦。那我们下集节目再见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